因为你为了嫁给我和义父断绝关系，这份情我裴正一辈子都记着。我以为我嫁对了人，直到我肺病入骨，命悬一线。裴正，我听说宫里有贡品雪莲，你如今已是大理寺少卿，能不能替我去求一主？因为雪莲是皇家贡品，不是谁想求就能求来的。3年前，我为了裴正离开这里，伤透义父的心。我以为选了良人，可到头来还是只能来求义父。沈小姐，大人让您先回去。这是陆大人送给沈小姐的雪莲，务必送到她手中。她如今病着，不便见客，我会亲自交给她。她都快死了，这雪莲给她也是浪费。指挥使大人问你，服下贡品雪莲后，咳血可曾止住？义父何时给过我雪莲？果然与情报一致，裴大人将雪莲送去了城东的揽月阁，被裴大人的表妹柳如月用来煮水润嫂。煮水润嫂？我拖着病体跟父亲求来的续命良药，竟成了别人消遣的茶饮。难道裴正不知道，那个权倾朝野的锦衣卫指挥使，就是当年因他与我断绝关系的义父？还有，裴大人3日前已将揽月阁转到柳如月名下。不可能！揽月阁是义父送我的陪嫁，他怎么敢？千真万确，您可亲自去看看。此事明日我定要讨个说法。指挥使大人已为您部署万全之策，您尽管放心行事。这穿云箭您且收着，若您有事，点燃后，大人即刻便能赶到。站住！哪来的叫花子？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还不滚远点！我找柳如月。我们掌柜的名字也是你配叫的，赶紧滚！别在这儿脏了揽月阁的地界。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这揽月阁的掌柜是谁？自然是柳如月柳姑娘。我们掌柜的可是大理寺少卿裴大人捧在手心的明珠，岂是你这病秧子可以随便见的？这揽月阁什么时候变成柳如月那个贱人的了？你居然敢骂我家主子，找死！阿福，怎么回事？吵吵嚷嚷的，都惊扰裴郎作画了。那是当年与裴正定情时，裴正亲手为我戴上的金步摇。3年前为嫁裴正，我自请脱离锦衣卫，跟义父断绝关系，放弃了唾手可得的权势与尊荣。从此世上再无暗探首领沈明威。可父亲心软，将揽月阁送与我做陪嫁，是我名下最赚钱的酒楼。我将揽月阁全权交与裴正打理，从未过问，却没想到裴正竟瞒着我，将这用我心血经营的酒楼双手奉给了别的女人。姐姐，你瞧你身子这般不好，怎么还跑到这儿来？沈明威，谁让你来这里？丢人现眼，还不快滚回府去！丢人现眼！裴正，那株千年雪莲是我跪在赵玉门口3天3夜换来的续命药，你告诉我买不起药，转头却拿去给他煮水润嗓。明威，你是不是觉得我反正治不好，死了正好省事？沈明威，你的肺已经坏透了。太医都说回天乏术，雪莲用在你身上不过是暴殄天物。如月体寒，用来温养伤有10分功效。我身为一家之主，自然要做最妥当的安排。最妥当的安排？裴正，你到底把我当什么？这里人这么多，我们回去再说。我今天就要在众人面前揭穿你的真面目。裴正，把我的揽月阁送给柳如月，也是你最妥当的安排吗？诸位莫听他胡言，卓卿久病缠身，近来神志时常混乱，常认错人认错物。姐姐，我知道你病得难受，可这酒楼的地写着的可是我的名字，你空口白牙便说这些都是你的，该不会是在外头实在看不了病，来这里讹人的吧？裴大人多体面的人，怎会有这种夫人？不要脸的东西，人家好好做生意，你跑来撒泼！
这是3年前揽月阁初建时的原始地契，旁边是我义父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陆渊的官印，你们尽可找人来验。既然沈夫人要验，不如老朽来做个见证。竟是徐老太爷，当年徐家商船被劫，是我单枪匹马血战3天救下他独孙，他定会帮我。一派胡言！这上面的私印和朱批全是伪造的。裴大人，您这夫人当真是病得不轻，竟拿这种粗劣的伪造文书来讹诈刘掌柜。徐正明，你良心被狗吃了吗？这印件到底是不是真的？你当真看不出来？重复！老朽行得正，坐得端，岂会帮你做伪证？连徐老太爷都说是假的，这毒妇还要不要脸？打死这个不要脸的疯婆子！姐姐，这酒楼真的是裴郎拿俸禄替我盘下的。你若实在缺银钱，妹妹这里还有些提锦，你拿去便是。俸禄，裴正刚入仕时连官服都买不起，他的第一匹马、第一方端砚、第一次打点的银子，哪一样不是我出的？大理寺的卷宗库被烧那年，是谁连夜用镇抚司的关系帮你调来副本，保住了你的官位？你升任少卿的举荐信，是谁替你跪在义父书房门外求来的？裴正，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若没有我沈明威，你现在就是个在破庙里啃冷馒头的穷书生。这么说，裴大人的前程就是这位夫人铺的，镇抚司的关系。这女子到底什么来头？刚刚她提到义父，该不会是那位锦衣卫指挥使陆渊吧？住口！一派胡言！她不过是个风言风语的病妇，休要听她妖言惑众。沈明威，我裴征的功名是我10年寒窗挣来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过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女，侥幸被我收留，竟敢在此攀污陆大人！你再敢胡言乱语，休怪我不念夫妻情分！你如此行事，就不怕我义父知道吗？裴郎别，姐姐她病糊涂了，你放开她。姐姐，我只是想帮你。裴正，送我去医馆。裴郎，姐姐上次她也这样吓唬你。沈明威，你要闹到什么时候？爬起来，自己回府。义父，接我回家！怎么回事？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那珠子上的裂纹和梵文，是我亲手用刻刀雕下的。那是我母亲火化后留下的唯一一块灵骨。母亲！祸事太大，母亲的遗骨没抢救出来。我为此哭瞎了一只眼，磕碎了半边肺，也因此牵动旧伤，得了不治之症。可此刻，我母亲的遗骨竟被活生生打磨成佛珠，套在婆婆的手腕上，当成把式玩弄。还给我！天哪，快拦住他！诸位做个见证，这妇人发了癔症，见什么好东西都说是她的。这活珠是如月孝敬我的，大相国寺高僧开过光，我日日带着驱邪。是啊，柳姑娘去大相国寺那天，我们都瞧见了。裴正，你告诉他们，那是不是我娘的灵骨？沈明威，你的病已经烧坏脑子了。这佛珠是如月求来的，别再找事。裴正，你看看清楚，
当年你被仇家追杀，我被砍伤，娘为了护你被乱刀砍死，这佛珠到底怎么来的？各位乡亲，我本想给他留几分颜面，可他逼人太甚。他娘根本不是被仇家砍死的，是他跟锦衣卫的野男人私通，被他亲娘撞破，活活气死的。这佛珠根本是他为了掩盖丑事，拿去当铺死当的假货。气死亲娘，还跟锦衣卫私通，畜生不如！难怪裴大人死活不认他，戴了绿帽还被追到酒楼闹，裴大人真是倒了血霉。弄脏了我的圣物！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让他冷静冷静，裴家清正容不下这等败坏门风的人。你笑什么？我笑你们死定了！我义父和他的飞鱼卫已经在路上了。沈明威，你与你义父早已断绝关系，他又怎会管你死活？姐姐既然喜欢勾搭锦衣卫，不如让你永远记住今天，也好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么货色。随你处置。住手！谁给你们的狗胆，敢动我镇抚司的人？谁给你们的狗胆，敢动我镇抚司的人？行了，再撑一会儿，义父带你回家。指挥使大人饶命！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是裴征许诺我事成之后将揽月阁3成利分给我，我才一时糊涂，帮他做了伪证啊！带下去，按镇抚司规矩处置。你们敢！我是朝廷命官之母，我是裴家老夫人，饶命啊！饶命啊！大人！大人，搜到了。沈明威，你敢动我母亲！我乃朝廷命官，你这是公然藐视王法！朝廷命官，裴征，看清楚，这是你当年科场舞弊案的原始公词，上面有我镇抚司的暗印，还有明威替你顶罪画的押。不可能，这东西怎么会还在？本座能让你爬上大理寺少卿的位置，就能让你全家沦为阶下囚，生不如死。陆大人，此事与裴郎无关，都是我是安平侯府的嫡女，您不能。侯府，去把安平侯府那个老东西给本座请过来，让他亲眼看看他家的好外孙女是怎么在我镇抚司头上动土的。遵命。把这3人押入诏狱。对于其他人，凡是刚才动过手的、碰过他一根头发的，按镇抚司律严惩，逐出上京。大人饶命，小人再也不敢了。明威，义父，雪莲，明威，我们回家。裴征，这事没完。姐姐，沈明威，你动用私刑囚禁朝廷命官，就不怕言官弹劾吗？去，把那株雪莲拿来，煮一壶温热的茶。是。带他过来。姐姐，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不是一直想要这雪莲续命吗？我让你喝个够。这雪莲本就是我拿命换的，赏你了。你当初抢的有多开心，现在就有多痛苦。沈明威，你太过分了！裴征，你是不是觉得你今天的一切都是靠你自己10年寒窗苦读换来的？难道不是？若非我自己争气，难不成还靠你一个妇人？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当年你屡试不中，不是因为你时运不济，也不是因为你才学不够，
那几届的主考官，全都是我义父的门生故旧。你说什么？义父想看看那个要娶走他女儿的男人究竟是怎样的人，他想看你是否有真才实学，是否有一颗坚韧不拔的心。只要你当时能坚守本心，堂堂正正再考一次，你不仅会高中状元，还会得到整个锦衣卫乃至朝中清流的全力扶持。裴征，你每一次落稿都是在放弃一次真正平步青云的机会。你踩着我的尸骨换来的官位，不过是捡了颗烂芝麻，而那条真正通往巅峰的天梯被你亲手一脚踹碎了。你在骗我！我的状元，我的前程，不该是这样。沈大人，安平侯求见。带我去见安平侯。沈明威，我倒要看看那个给柳如月撑腰的老东西又能说出什么话来。下官教女无方，冲撞了沈姑娘，还请指挥使大人和沈姑娘高抬贵手。高抬贵手？侯爷，你家外孙女可是想用烙铁毁了我的脸，再把我卖去教坊司当暗娼呢？那孽障，下官这就与他断绝关系，将他逼出侯府，任凭大人处置。侯爷，你是不是忘了？柳如月是你安平侯府的嫡女，她做的孽，你侯府一个也跑不掉。不过义父念在侯爷您年事已达，愿意给您一个机会，一个清理门户的机会。谢大人，谢沈姑娘，下官明白，下官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外祖父，您是来救我的，对不对？柳如月，你勾结外人，意图谋害镇抚司要员，罪大恶极。今日我安平侯府将你从族谱除名，从此你与侯府再无干系。喝了它，至少还能留个全尸。外祖父，我是你最疼爱的外孙女，你不能这么对我！裴郎，救我！裴郎，你去求求他吧。你看在我们青梅竹马的份上，我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帮我这一个忙，成吗？裴征，你说过的，你说过你会护着我的，你说沈明威那个贱人挡了你的路，你说等他死了扶我做正妻，你说话啊！裴征，你听听我的嗓子已经哑了，你还记得吗？你把这个贱人的雪莲拿来给我润嗓子。要不是你撺掇我，怎么会落到如此田地？你在怨我，裴征，当初是你主动许诺的我，是你亲手把雪莲递给了我，这么多年，我一个人就能只手遮天吗？是你自己想做这些事，我不过是给你递了把刀。你给我闭嘴！精彩，裴征，你这一下子倒是比你之前踹我那脚利落多了。不，放开我！放开！哼，活该。娘，害您的人，女儿一个都不会放过。不要！从今天起，你就住回你最喜欢的那个漏风偏院，每日对着我娘的灵位念10000遍往生咒，用这串佛珠计数。什么时候这串珠子被你盘得圆润光滑了，什么时候你的罪才算赎清。明威，我是你婆母，你不能这么对我！沈明威，你这个不孝的东西，你敢这样对你婆婆，你不得好死，你全家都会不得好死！明威，放我
我出去。沈明威，你终于来了，你是来放我的吗？死了这条心吧。我只是想知道，你平日也不信佛，怎么会用白骨佛珠，还偏偏是用我娘的遗骨做成的？如果你不说话的话，那我就让你那关在牢里的儿子永远待在那里。来人，把裴征的牢房换到最深处。不要，我都说。那年我有段时间经常睡不好觉，请大夫来看，也说看不出什么毛病。如月来做客的时候说，他替我去找大师看了，说我这是邪祟入体，需要白骨佛珠压一压邪祟。世上的白骨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择我娘的？本来我也是打算买个普通的佛珠磨了串珠，可是如月说她已经帮我找到了最好的灵骨，叫我不必再寻。后来呢？后来我才知道，那串佛珠是你娘的。当年要杀我儿的那伙人，也是柳如月安排的。他们表面上是向我儿复仇，实际上是想杀了你和你娘。柳如月她一直嫌你们碍事，她想杀掉你，顶替你的位置。裴征没有参与其中吗？没有。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信吗？他若是没有参与其中，为何偏偏他毫发无伤？沈大人，偏院来报，裴夫人方才用瓷片佛珠割断了手腕经脉，流干血，冻死在雪地里了。知道了，找口薄棺埋到乱葬岗去，不必立碑。大人，徐家商会的账本已经全数查清。义父连赵玉都懒得动，3天就够了。徐正明这种人，死100次都不冤。徐家这是彻底完了，听说偷税漏税，还害了不少人命，活该！我不服！我不服！闭嘴！流放3千里，永世不得回京，已是圣恩。求沈千户看在当年那点救命之恩上，放我一条生路吧。沈千户只让我带出2个字：不救。不，我要见沈千户。大哥，帮我小块送封信。来。沈明威，你对我见死不救，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好，终于等到这把刀了。陛下，沈明威身为锦衣卫千户，不思报国，以酷刑折磨朝廷命妇，致其惨死，此等行径天理难容。臣等不义。沈千户，可有话说？臣问心无愧。问心无愧。沈明威，裴母乃朝廷命妇，你将她囚于偏院，以碎瓷串珠割其手腕，致其流血而亡，你管这叫问心无愧？陛下，此女心狠手辣，丧心病狂，若不严惩，我大周律法颜面何存？臣附议。臣等附议。沈明威公报私仇，罪不容诛。他连自己婆母都能下手，还有什么做不出来？此女若不除，日后必成祸患。沈明威心肠歹毒，残害婆母，你这样的人有何颜面立于朝堂之上？本官若是你，早该一根白绫自行了断，省得脏了这金銮殿的地。大人贵姓？免贵姓赵。赵御史，你说我心肠歹毒，是又如何？那我想请教赵御史，你上个月纳的第7房小妾今年多大？你胡说什么？赵大人，3日前城东柳巷，你带着7个家丁强闯陈家民宅，陈家夫妻以卖豆腐为生，膝下仅有一女，年方14，你提出要纳她为妾，陈家妇女皆是断然拒绝。她跪在你面前，磕头磕得额头都破了，说她不愿意。当晚你就指使管家放火烧了她家的豆腐。陈氏夫妻为了护住女儿，2个人都被大火活活烧死。你这是污蔑！那是本官见他孤苦无因，心生怜悯，才纳他进府，给他一口饭吃，这是善举。本官堂堂御史，岂会做那等伤天害理之事？沈明威，你血口喷人！带人证。赵福，你怎么在这儿？草民赵福叩见陛下。赵福，你是赵府的家仆？回陛下，是。草民在赵府当了20年管家。
把你知道的从实招来。那天晚上，赵大人把草民叫到书房，今夜把陈家那间破屋子烧了，烧得干干净净。是。以上句句属实，奴才带的7个嫁经，当晚都在场，均可作证。好啊，好一个刚正不阿的御史！御史诏面，强纳民女，纵火杀人，罪证确凿，按大周律判斩立决。沈明威，你会得到报应的！赵大人，天理昭昭，报应不爽，这就是你的报应。裴氏与裴征合谋买凶杀我母亲，我母亲死后，他将我母亲的遗骨磨成佛珠，戴在腕上，日日盘玩，说能安神。大周律令第3卷第7条，父母若被谋杀，子女可手刃仇人，不问罪。既然无话可说，那就退朝。处理完这些，我将目光投向了诏狱最深处，那里还关着我此生最恨的人裴征。我们的账该好好算算。喝了吧，这是我为你求来的。毒药，沈明威，你好狠的心！狠？这不是毒药，我要你活着，清醒的活着，看着你曾追逐的一切是如何化为泡影的。安平侯府构陷忠良，意图谋害镇抚司要员，满门抄斩。不，沈明威，你这个毒妇，你不得好死！挑断他的手筋脚筋，每日用最烈的盐水泼洗，别让他死了。是。今日我便卸去指挥使一职，由沈明威继任。沈明威，属下在。接刀。陆大人，说。陆大人，沈千虎的案子我们都听说过，有胆有谋，属下佩服。但您的位置不是他说做就能做的吧？他3年不在锦衣卫，在外头嫁了人，回来就做这个位置，属下不服。属下不是说沈千虎没本事，但锦衣卫3000多人，论资历，论功绩，论人望，比他强的不是没有。陆大人一句话就把刀交出去，连个比试都不设，是不是太什么？赵恒，你跟了我15年，现在是觉得我太昏庸、太偏心了吗？属下不敢。不敢？你已经敢了。户部侍郎克扣军饷案，涉案官员23人从上到下盘根错节，你们谁敢接？沈明威那时就接了，他一个人在诏狱里审了7天7夜，把23个人的口供全部拿下。那7天他是怎么过的，你们知道吗？他被人下了毒，一边吐血一边审，审到第5天他昏过去了，我用冷水泼醒他，他睁开眼第一句话是义父，再给我1个时辰。如果不是他当年嫁人，这个位置早就应该是他来做。你们觉得他不配，那你们告诉我，谁配？沈明威，借刀。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的全是裴征靠着我当年的人脉和银钱拉拢的党羽，户部侍郎、工部主事、翰林院编修，一个个道貌岸然的名字，背后都藏着肮脏的交易。就从他开始，当年我娘的丧葬费就是他经手克扣的。沈千虎，你这是何意？本官与你无冤无仇。侍郎大人记性不好，我帮你回忆回忆。3年前，城南沈家一口薄皮棺材，100文钱的安葬费，你贪的那99文钱，是打算带到棺材里去花吗？来人，给我抄！所有墙壁、地砖、假山，全都给我敲开！我倒要看看侍郎大人的府邸是不是金子做的。一夜之间，上京天翻地覆，我手持名录，连抄7家，从床底的暗格到后院的枯井，再到小妾的首饰盒夹层，搜出的金银财宝、贪腐账本，堆成了数座小山。那些曾经对裴震阿谀奉承、对我冷眼相待的官员，
如今全都成了阶下囚。我的雷霆手段，终于引来了朝堂的反噬。陛下，锦衣卫沈明威公报私仇，滥用私刑，一夜之间抓捕7名朝廷命官，此乃动摇国本之举呀！恳请陛下严惩此等祸国妖女。诸位大人，我沈明威是个活不长的人，在我死之前，谁想试试是你们的脖子硬，还是我手里的绣春刀快？报！诏谕急报，罪臣裴征近臣在狱中咬舌自尽了。沈千户为国肃贪，劳苦功高，却也当爱惜身子。传朕旨意，罪臣裴征党羽一律严查，绝不姑息。此事全交由锦衣卫督办。退朝。千户大人，裴征没死成。他咬舌的时候被狱卒发现，强行撬开了嘴，命是保住了，但舌头断了半截。他用血在地上写字，说想见您最后一面。被称去诏狱。裴征，你知道吗？我怀的那个孩子，太医说已经成型了，是个男孩。你那一脚踢得很正好，踢碎了他的头骨。我留着你的命，就是要让你活着，感受什么叫一无所有。我要你在这暗无天日的牢里，日日夜夜的想着你的儿子是怎么被你亲手踹死的。裴征，祝你日日悔恨。我刚走出诏狱的大门，喉头便涌上一股压不住的腥甜。我陷入了一场无边无际的噩梦，肺腑像是被无数只手撕扯，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烧般的剧痛。我连续7日高烧不退，咳出的血染红了一盆又一盆的清水。指挥使大人，沈姑娘的肺腑早已衰败，油尽灯枯，请您准备后事吧。他们断言我活不过3日。昏沉中，我仿佛听见义父的声音，那声音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惊慌与颤抖。都给本座闭嘴！谁敢再说一个死字，本座诛他9族！我感觉自己飘了起来，看到了母亲温柔的脸庞。微微，跟娘走吧，别再受苦了。丫头，义父错了，当年不该拦你，更不该让你独自在豺狼窝里待了3年。往后，谁也不能欺负你。陆大人，沈小姐这状况，恐怕是药石无医了。什么意思？什么叫药石无医？沈姑娘肺腑衰怪已久，臣等已用尽所有法子，人参、灵芝、鹿茸、雪莲，但凡能吊命的全用上了。可她的身子已经留不住药性了，灌进去多少便泄出多少，臣等无能为力。你再说一遍。怎么样？陆大人，沈姑娘的脉象已经弱到摸不到了。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说不出来，我让你们整个太医院都给他陪葬。龙涎香，先帝留下的续命至宝，世间仅存3颗，可那是皇家御用之物，非陛下亲赐，任何人不得。臣陆渊求陛下赐龙涎香。龙涎香，此乃先帝秘藏的续命至宝，世间仅存3枚，陛下当年陈歌在身都未曾轻用。陆渊，你好大的胆子！对，为你天道，天理昭昭，报应不爽。沈明威自己造的孽该你受着。陆指挥使，您觉得这合适吗？万万不可，此例绝不能开。陆青，朕若今日赐了你龙涎香，明日朝堂上就会有人说朕徇私，后日就会有人说朕昏庸，之后更会有人拿这事儿做文章，说你陆渊权倾朝野，架空皇权。臣愿意卸去指挥使职，求陛下开恩，救小女一命。陆青，你跟了朕多少年了？回陛下，整整20年。20年，朕记得。永安7年，江南水患，你亲自去查贪污案，
被人堵在知府衙门里，外面300多个亡命之徒要你的命，你一个人一把刀守了1夜。永安12年，北境叛乱，你带着3000锦衣卫对阵叛军2万人，带回敌军将领的首级，信誓旦旦说会一生为国效命。陆渊，你为国征战20载，忠心昭昭，朕从没有怀疑过。这锦衣卫指挥使的位置还是你坐着，朕最安心。但龙胁乡不能轻易给你，朕要你拿经营12万守军的虎符来换，也算给满朝文武一个交代。12万守军，那是陆渊花了20年一手带出来的，这兵权交出去，交的是他陆渊的命根子。经营12万守军，是整个皇城的命脉。陆渊握着这12万人，朝堂上谁敢动他一根手指？今天交出去。陆青，朕在等你。臣遵旨。怎么样？脉象稳住了，恭喜陆大人，沈小姐很快就能醒来了。醒了。义父，我想回家。好，我们回家。虽然肺腑的伤再也无法根除，落下终生病根，但我终究是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回到那个我曾拼了命想逃离的锦衣卫府邸，我才恍然发觉，这里才是我唯一的归宿。大人，赵玉那边，裴征他熬不住了。带我去看看。这是我曾经最厌恶的身份，如今却是我唯一的铠甲。裴征，你曾说我让你在同僚面前抬不起头，现在我换回来了。你觉得锦衣卫镇抚司千户这个身份够不够让你在黄泉路上跟阎王爷吹嘘一番？吊着他的命，别让他死了，他的债还没还完。是是。娘，微微回家了。只是这场复仇的终点似乎并不是结束。宫里递来的消息，皇帝给你指了门亲事。皇帝赐婚，将我指给了安平侯府的世子柳如月的亲哥哥。这道圣旨像一个天大的笑话，甩在我这个刚刚灭了安平侯府半门的人脸上。义父，这皇帝老儿是觉得我死得不够快，想让我去侯府再立个节。他敢！明日早朝，我便去金轮殿前，让他收回这道狗屁圣旨。不必，他不是想让我嫁吗？我嫁，我倒要看看这安平侯府剩下的是龙潭还是虎穴。话说那锦衣卫沈千户杀夫害婆，心狠手辣，那裴家老母死得惨呐！沈千户，您看看吧。第一条，沈明为妇德败坏，与锦衣卫陆渊有染。第二条，沈明为滥用私刑。第三条，沈明为擅妒成性，草菅人命。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越写越离谱，最后一条竟说我是妖狐转世，专门来祸害上京的。查到了吗？谁传的？安平世子，他买通了10几个地痞流氓，在茶楼、酒肆、菜市口、城门口四处散布谣言，还说您杀了自己的亲娘。他倒是会编。沈千户，要不要抓人？抓谁？那些地痞流氓，抓了一个冒出10个，抓了10个冒出100个。安平世子巴不得我抓，抓了就是心虚，不抓就是默认，让他传得越凶越好。沈千户，再这么传下去，您的名声……我的名声？沈七，你什么时候见我有过好名声？
我女儿在锦衣卫做丫鬟，被杀千刀的沈明威不明不白的打死了。沈明威出来，给个说法！让他们砸。沈千户，我说了，让他们砸。你现在出去打死一个，明天就有10个人说他女儿也是被锦衣卫打死的。那怎么办？就这么干等着？去查那个老太太，她女儿叫什么，在哪儿当差，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死的时候谁在场。明天这个时候我要答案。沈千户，查清楚了，老太太的女儿叫春草，3年前确实在咱们府上当过丫鬟，但她根本不是被打死的，是得了痨病自己走的。走的时候她还领了3个月的月钱，这签字画在账本上清清楚楚按着她的手印。老太太手里还有春草死后托人带回来的遗物和这封信，信上写着：娘，女儿不孝，先走一步。草菅人命，恳请青天大老爷做主。今日咱们就讲这新段子《沈妖妇传》。千万别从锦衣卫府门口过，那女人煞气重，看她一眼都要倒霉。沈千户，再不还手，您就真成妖狐了。备马，去顺天府。陈评委，沈明威，你这个毒妇，打死他！妖妇滚出上京！说完了，说完了的话，听我说。世子爷，这份供状，您要不要看看？这是锦衣卫府丫鬟春草的领饷记录，3年前的。她得了痨病，自己辞了差事回家养病，走的时候领了3个月的月钱。老太太，您看清楚，这是不是您女儿的手印？这谁能分辨到底是不是我那苦命的女儿写的？您女儿给您留了信，她说她不孝，先走一步，您自己看。世子，您给我看的不是这封啊！您说我家春草是被锦衣卫打死的，您给我看的那封信上写的清清楚楚，娘，女儿是被沈千户害死的。可这封信上写的是女儿不孝，先走一步，为什么2封信不一样呢？世子换信了，他拿假信骗人，这心眼也太毒了吧！这不是也真的太毒了吧！状告安平世子！你这老贫婆，休得胡言！本世子什么时候给你看过信？分明是沈明威这个毒妇收买了你，你们串通一气来陷害本世子。各位乡亲，我没有被收买。我老婆子活了60年，从不说谎，真的是世子爷派人找到我，给我看了一封信，说我家春草是被沈千户害死的，说只要我来告状，就给我100两银子安葬费。闭嘴！世子爷，恃强凌人，您可真体面。我没有给他看过信，他在撒谎，你们俩是一伙的。信在这儿，世子爷派人送来的。说让我背熟了再去告状，说事成之后再给我100两。诸位请看，这封信上的字迹歪歪扭扭，明显是左手写的，或者故意伪装的。但这里有一个指印，指印的纹路和世子联名状上的指印纹路走向完全一致，这不是巧合。不可能，我没有，那信不是我写的。连指纹都一模一样，您现在是打算抵赖不认？还以为他是来伸张正义呢，不要脸！丫头，觉得没意思了？姨父，我娘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娘，她本是江南的绣娘，一手苏绣冠绝天下。她14岁时
就能绣出双面异色的牡丹。江南的贵夫人皆以得到他一面团扇为荣，他也是被人贩子拐卖才流落风尘。是我没能护好他。那一年他16岁，跟着他父亲来上京卖绣品。你在这儿哪儿都别去，爹卖完这些就回来。他父亲在客栈安顿好他，出去找买家，就再也没回来。这都3天了，没钱住什么店？他没钱，没去处，只能在大街上哭。姑娘，你是不是在找人？我知道你父亲在哪儿，他在医馆。你娘信了，他才16岁，刚死了爹，举目无亲，他除了信还能怎么办？后来他被人贩子骗到了窑子，你娘被关在柴房里，3天3夜，不给饭，不给水。姑娘，想通了吗？饿着吧，饿到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吃饭。我想通了，这就对了嘛，姑娘，你听话，有饭吃，这间屋子以后就归你了。想通了，好啊。青楼里的姑娘哪有选择的权利？老鸨让她接客，她就得接，不接就是一顿打，3天不给饭吃。她试过逃。想跑，脱柴房去，饿他7天。后来他遇到了一个人，一个读书人，来上京赶考的，姓沈。姓沈，我娘姓沈，我也姓沈。那个人叫沈艳秋，江南人，家中贫寒，父母早亡，靠族中接济读书。那年21岁，来上京参加春闱。他和你娘一见钟情，他握着你娘的手发誓，说等他高中之后，便风风光光的给你娘赎身。他后来考中了吗？中了，2甲第3名，赐进士出身。他高中之后被当朝一位大学士看中了。大学士有个女儿，年方17，知书达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大学士请他过府赴宴，席间那位小姐出来弹了一曲琴。沈艳秋那天晚上回到客栈，写了一封信，让人送去青楼。信上写：一双玉臂千人枕，半点朱唇万人长。我已是2甲进士，从此以后你我再无瓜葛。你娘收到那封信的时候，正坐在绣架前给她绣一条腰带，腰带快绣完了，海棠是她，梅花是她。你以为那个书生还会来数你？人家高中了，娶了大学士的女儿，谁还记得你？你肚子里有了，你以为我不知道？现在没人会给你赎身了，你抓紧把孩子递掉，不要耽误我赚钱。你娘拼死不吃堕胎药，老鸨给她灌一次红花，她就自己抠着嗓子吐出来一次，挺着肚子给人绣花。没钱货，老娘养你是让你干这个的，还在这儿绣。老鸨骂她，打她，不给她饭吃，她咬着牙一句话都不说。他在等，但是他不可能等来了。他娶了大学士的女儿，婚后第2年生了儿子，第3年生了翰林，第5年外放做了知州。他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来你娘生了你，在青楼里生的，没有大夫，没有产婆，只有他自己。他生了1天1夜，疼得昏过去好几次。醒过来的时候，你就在他身边，皱巴巴的像只小猫。那时候我刚进锦衣卫，第一次见到他，他正坐在绣架前一针一针的绣，旁边就是那些寻欢作乐的客人，吵闹得像菜市场。我看他可怜，给他赎了身。后来呢？你们……他不肯，他说他配不上我，他说他脏，他说他这辈子欠了太多人，不想再欠我了。他带着你住在我给他买的小院子里，靠给人绣花过日子。我每个月给他送银子，他不要，我偷偷放在他枕头底下，他发现了又给我送回来。他生下你之后就说让你认我做义父，让我护着你。原来我所经历的苦难不过是母亲当年绝望的重演。我将揽月阁改成了祭祀堂，收容那些被解救出的无家可归的女子和孩童。沈千户，人口贩卖图已经派按探绘制好了。
义父，我想把这张网一根一根全都给它撕碎了。去吧，整个镇抚司都是你的刀。沈千户，办案讲的是证据，不是靠严刑逼供。周大人，等你找到证据，那些被拐的孩子骨头都烂成渣了。孩子呢？大爷，饶命！这一刻，他那股刚硬的棱角仿佛都融化了。沈千户，你守着这万家灯火，我守着你。至于安平侯府那门亲事，世子爷前日坠马摔断了腿，怕是再也站不起来了。千户大人，今日不是行刑日。开门。裴征，你演够了没？你难道真的以为你装疯能骗过所有人？裴征，你咬舌自尽那次我就觉得不对。一个人若是真想求死，咬下去就不会停。你倒好，留一口气，像是专等人来救。你是在等狱卒发现你，你要让他们以为你疯了，以为你已经不是威胁了，以为把你关在牢里等死就够了。你让上京的人都知道你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子，就再也不会有人来查你是不是真疯了。没有人查，你就安全了，安全的活着。等我放松警惕，等我以为你已经彻底废了，然后你找到机会逃出去。我说的对吗？你比我想的聪明。那是当然。我告诉你，有我沈明威一日，你便一日走不出这牢笼。我要让你日日活在痛苦中，让你向我母亲赎罪。她在地底下看着你，每熬一天就算还一天。等你还够了，我再来收你。先生，那个将军叔叔又来了。都当上千户的人了，还这么不会照顾自己，一阵风就能吹倒。今日的公文都处理完了？想着你该馋了。不行，这绝对不行！我陆渊的女儿出嫁，怎么也得十里红妆，风风光光。义父，我不喜欢大操大办，他周玉安也不在意这些虚礼。他在不在意我不管，但你出嫁就得有排场，绝不能让顺天府的人看扁了你。义父，我是你女儿，不是你嫁的女儿。随你，都随你。反正那小子要是敢亏待你，我第一个不饶他。那件嫁衣是我娘当年在青楼里一针一线绣了3年的，穿它出嫁就像她还在一样，我觉得比任何绫罗绸缎都合身。好，都听你的。周大人，您这脸怎么比这西兰花还要红啊？像个煮熟的虾。去，莫要胡闹。看够了没有？没有，一辈子都看不够。好好待他。岳父大人放心。他要是欺负你，马上告诉我，我带兵踏行顺天府。义父，他是顺天府尹，你踏赴顺天府，他住哪儿？去吧。起轿！先生新婚大喜！怎么还不睡？不是让你早点休息吗？等你，厨房里留了饭，你吃过了吗？在衙门对付了一口，
今天顺天府那个连环盗窃案终于破了，审那犯人的时候，他竟然……千户大人，这周大人做的桂花糕真的好吃吗？好吃。属下能尝一口吗？这也太苦了，桂花放的比面粉还多。你个榆木脑袋，懂什么？难吃就是难吃，这跟懂不懂有什么关系？一个人愿意为你早起在厨房里满头大汗的揉面，有10分心意，拿出了10分，这就足够了。义父，我真的用不着这么多。太医都说我肺部的旧疾已经完全好了。太医的话能信？他们就是一群庸医，你肺不好，必须得多补补。真不用，这都堆不下了。堆不下就换个大房子，堂堂千户，住得这么寒酸。周大人，见着长辈躲什么？岳父大人，小婿刚刚没看见您。哼，好好待他。岳父大人放心，小婿绝不敢忘。恭喜周大人，贺喜周夫人，夫人迈向华树如珠，已有2月余的身孕了。你是说我要当爹了？是。怎么办？怎么办？我要当爹了！我要当爹了！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想吃什么？对，我这就去做桂花糕。你先去把椅子扶起来。哦，好，我去扶。你真的没事？要不要再请几个太医看看？我真的没事，你去扶椅子。夫人，你睡了吗？你说这孩子将来长得像谁好？要是像你，那肯定是个聪明漂亮的好孩子。要是像我，叫什么名字好？我明天得去把藏书阁的书都搬回来翻翻。你说我能不能当个好爹？你连那么苦的桂花糕都能坚持做，当爹肯定没问题。快睡吧。孩子，我是你爹，你爹是个很笨的人，不会说好听的话，连桂花糕都做不好吃。但你爹护着你娘，也护着你一辈子，连命都给你们。周大人，你这顺天府御史当的可真威风，把公堂搬到家里来了。怎么，顺天府的衙门塌了？岳父大人，明威身子重了，我怕他在府里一个人出什么闪失，便将案子带回家审。出闪失？我每天派暗卫在州府周围布防，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岳父大人，这里是上京顺天府，不是您打仗的边境，没必要日日暗卫巡视吧？我女儿在哪儿，哪儿就是边境。怎么，你有意见？小婿不敢。生了，是个大胖小子，母子平安。你没事吧？没事。像他爹，真丑。这都翻了3天了，你想好了没有？想好了。叫什么？周慕威。慕明威，这名字太直白了，别人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堂堂顺天府尹，也不怕人笑话。我就是想让别人知道，我周以安仰慕沈明威，光明正大，此生不改。哎呦喂，周大人，您这话也太肉麻了，属下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啊！哼，这名字还行，至少比周大人好听多了。岳父大人说的是。先生，弟弟好小好可爱啊！先生，这是晚清写的平安喜乐，祝小公子平安一世。夫人，这套笔墨纸砚先留着，等孩子长大了，定能金榜题名。谢谢。明威，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愿意嫁给我，谢谢你给我生了这么可爱的儿子，更谢谢你活得好好的。从今天起，这把刀
归你了。千户大人，属下怕做不好，这担子太重了。起来！你跟着我10年了，我教你的你全都学会了，我没教你的你也早该会了。记住，锦衣卫的刀只斩奸佞，不欺弱小。属下沈七，定不负大人教诲。姐姐回来啦！姐姐在举高点。好，爹爹给你举到天上去。千户大人，少爷中了2甲第2名，赐进士出身。想他娘！你叫什么名字？臣周慕威。沈明威的慕威。回陛下。是。你娘是个厉害的人，你像她。娘，皇上夸你了。他夸的是你。不是，他说你厉害。好好当官，别给我们丢人。儿子遵命。沈千户，周大人，老样子，老样子。义父，你帮我娘保管了一辈子，现在你亲手还给她吧。天地玄黄，宇宙猴王。御史台那边递了折子，说你挪用锦衣卫公当的办学堂，教姑娘读书，败坏纲常。挪用公当？这学堂用的是我的私房钱，锦衣卫的银子我一文没碰，皇上不会准的，全是屁话。他又上了第2道折子，弹劾你我内外勾结，结党营私。他想把这滩水搅浑，让他弹得越多越好，然后他自己会倒。传朕旨意，臣御史所奏均不属实，削职为民，永不录用。祭祠堂学堂乃私产所办，着令继续开办，任何人不得阻挠。沈先生，我家女儿能不能在您这儿读书？属于我们赵父，只求别让人知道。叫什么名字？婉清。婉清，你想读书吗？想。我娘说读了书就能明事理，我不想一辈子待在院子里。那你明天就来，恕兄不用付，祭祠堂不收穷人的银子，也不收富人的银子，只要是想读书的孩子都能来。谢谢。祭祠堂的学堂从此便改了规矩，不分贫富，不分男女，只要是想读书的都能来。有人问过我，祭祠堂的女孩子们后来都怎么样了？我答不上来，因为她们每个人都走出了自己的路。郑老先生，这些都是最好的料子，特意给您做新衣裳的。你这丫头成了大商人就乱花钱。先生，这是卖扇子的钱，我想用它再辅助几个读不起书的女孩。好，我替他们谢谢你。沈先生，我女儿在县学摸底考排了前10，她再也不会像我一样，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了。巾帼不让须眉呀，可惜是个女子，若是男子，前途不可限量啊。我不用当男子，我当女子也能写出好文章。沈千户，婉清进宫了，皇后夸她了。婉清姐姐好厉害，以后也要进宫。得了吧你连字都还写不利索呢。祭祠堂的学堂开了15年，15年里，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有317人。好，
此女才学不在男子之下，传朕旨意，特许沈念参加童生试，若中再议。念念考了全县第1，皇上特许的。娘，这是他第1次叫我娘。刚收留你时才3个月，就这么一点点大，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了。念念，你以后想做什么？我想像娘一样，查很多大案，为很多无辜的人伸张正义。你娘种的，她说等梅花开了，春天就来了。